撤征，报征。台湾総督府であります。これこそ全島の行政を司る心臓でありまして，日本人这个经过甲午战争得到台湾之后呢，把台北规划为台湾的首府，所以他选择呢要建造统治台湾的总督府，他选择在台北。当时举办全日本的一个建筑师竞图，就是比图，常以为雨平制，它的中央塔楼太低，所以台湾总督府当局又聘请了深山松之助，把他的图做大幅度的修改，采用日本人叫成野式，就是红的跟白的这样交替两个颜色，在当时全台湾是最高的一个建筑物，因为他把台湾当成一个殖民地，那殖民地的最高统治者就是总督，就总督的命令等于法令。这个中央高塔在当时是有这个威吓台湾小老百姓的这个意味在里面。他不会明讲，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5月30日，轰炸得很厉害，警报。钟就响了。日本在迄个时代，我都在台北医院读册，我跟同学看上面那个轰炸机很多群人飞过来，两个人都跳到水沟下面去，里边水很少，好加载的。伊这美馆也怕台北跟日本人较济的所在，有个声来啦，就松豆腐啦。台北市有3000人死掉，5、6万人没有家回去。当时候的炸弹投下来的时候其实直接命中总督的办公室所以到2次大战结束我们政府来接收的时候，它其实里面是残垣断壁。所以政府希望用这个比较有威权的建筑物来象征它虽然偏安台湾，不过它还是一个有一定的这个格局跟威严的政府这样子，所以急着要去修复这个建筑物，它其实是动用了很多资源。
43年我就在里面啊。他一队过了就是师生队，3000官校的师生队，我们是3000官校的师生队。10月10日下午4点钟举行支援金马10万人大游行，现在总统府广场前集合，向总统致敬。双十节宵夜就是在那踏。我们讲政府那一天天气很热，中间南路总统府门口那个路铺那个白油，那白油没有干，我们踩下去就拉不起来啊！中间路总统府附近那就走都挤满的。蒋总统亲临总统府阳台上，向群众们挥手致意，台下的群众欢呼雷动。我们决定要使得我们大陆同胞来完成我们在中国的使命。总统他是训话呀，总是很威武的，胡子白白的，那就是听训，听也记不到，听不清楚。我们给的那么严，你看嘛。35000多受校官兵在指挥官的口令下跑步集合，北一女和景美女中5000多位学生所排出的五彩字幕与图案，也赢得观众们不少赞赏。我们那个叫背景，你知道吗？我们不是节目哦，我们是背景哦。我记得刚开始排的时候是排比较简单的，好像是红白的，就是那个板子一面红的，一面白的。然后后来呢，排成彩色的了。那我记得那时候排10大建设，然后有排铁路电气化，那个火车会不进山洞。每一年国庆到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就会放和平歌，然后鸽子大军这样飞过了，然后就滴滴答答，鸽子大便就会滴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被滴到，我们都还不敢挨呢，因为动了以后那个字形会变掉。其实我们是很爱国的啦，你看我刚刚讲就会哭啊，我是从小唱国歌会哭的人。要上战场就上战场，啊，要训练就训练，牺牲奉献嘛，为国家嘛，没有别的。中华民国67年5月20号，是全国同胞欢欣鼓舞的日子。蒋经国先生依照宪法规定，就任中华民国第6任总统。上午10点20分，文武百官在总统府觐见蒋总统，向总统表达敬意。中华民国73年开国纪念典礼开始。我们在典礼当中的从一开始的总统进来，就拿这个大礼堂来讲，他是从那个门进，时间一到，所以门帘一拉开，门一推开，总统就出来了。所以那个时间，我就站在旁边那个位置了，司仪在旁边。可以感受到那种肃杀之气。亲爱的同胞们，在1987在解严之前，《集晚报》代表进去拍摄总统府里头的一些像中枢活动，也是我经历过蒋经国最后一次阅兵。那在拍摄的过程，其实我们都扛着大炮。当蒋经国从总统府出来，我们就被国安人员阻拦。我觉得在里头拍摄是非常没有自由的，甚至都会偷拍。当然报社也不太会用，最后有可能就是提供党外杂志来使用。现在即将通过主席台的是第4梯队，这是由农民与后备军人代表所组成。
他们在政府加速农村建设的政策下，不仅充分供应军需民生。国民党的党国戒严体制最高的统治中心就是总统府，常常有抗争，几乎可以讲天天有抗争。虽然总统府是不允许抗争的。最早的一场就是1986年鹿港反六邦运动，它就是一个突袭的方式。他们是坐了几台游览车然后就带着这些阿公阿婆说，我们要去台北去参观中央纪念堂，参观总统府这样。到总统府前面的时候，就一个人发一张一个人拿一个院士这样。就一个记者来讲，要提供公正的、公开的新闻，让民众知道有这些事实。在这个采访的过程之中，我们因为看不惯整个执政者的那种心态，我们也会跳下去。加做台湾建国好个事的情势，注意成长。台湾光复节的前夕，新国家运动也是到那里去阐述他们推动台湾新国独立的国家这样的一个政治理念的时候，彼此互相跟政报警察有一些推挤。我留在现场，我看到这个政报部队，然后再看到那个牌楼，再看到一个权力最高的机构，然后再抬头看到一个台湾光复节这几个字，也在想，是台湾到底是光复还是沦陷？所以我才拍下那张照片。这些抗争者在那么多年的抗争里面，虽然再受到迫害，还是前仆后继没有退却。最让他们措手不及的是郑南榕公祭完之后，从士林游行到总统府，来自台湾各地的民众都来了，夹道送郑南榕。可是我们怎么想都没有想到，詹义华会在那一天，他就点火射粉，然后铺在那个骏马上面。因为我就在点火的地方，就在旁边。我那时候我的裤子被烧到，哇！大家推挤啊、呐喊啊、尖叫、哭泣的这样，不知道怎么办身为一个摄影者职责所在，你又必须把那个过程尽可能把它完整的拍下来。你必须抛开那样的情绪心里的冲击，一直到拍完之后。大哭一场，每一次想到那一幕，我到现在都还很激动。在压迫之下，不愿意妥协，为了追求心里面那个理想目标，在那个象征着压迫的地方做最激烈的抗争。像詹义华这样的人，像郑南榕这样的人，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叫不出名字。我们6
7点出发啊，对，7点从台中出发。5部浏览车，5部浏览车。好，来，谢谢我们2位里面请。好，等妈妈。哎，无，之前拢无来过。哎，以前刚刚总统府是安怎？家。昨天晚上有没有很气愤？都没睡觉啊。没有睡觉。这花的后面往上看，有没有两只柱子？民国34年的时候，同盟军来轰炸。5月30日，我99年去回来到这，到这栋金也刚超过8年较加啊吼，因为要这垮，第一次来台北，对不对？那是民国52年，那一年是我国小毕业的。我爸说要带我们来，3兄弟来到这里，经过总统府被驱离。我想那么小的年纪，还有我们读的书等等的，多多少少会在小孩子的心里面留下那么一点阴影在。我想其他一般民众或多或少也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告诉他们这里是民国84年就可以开放给各位进来。从小时候看的崇拜，到后来反抗，一直到94年，终于有机会进到台北市政府的时候，想透过有这个机会去改变，刚好路民、交通规则都属于市政府的权限。台北市政府决定更名，介寿路正式走入历史，代之而起的是充满原住民风味的凯达格兰大道。名字甄选公布确定之后，我们在总统前广场办。除了国庆活动之外，第一次有活动在这边办，一直办年轻人的舞会。这些做法其实都是在瓦解、松开原来作为统治机构象征的这栋建筑物。那这也开启了这个地方空间上的改变，所以到现在为止，很多的活动，不管抗议的啊或节庆的啊，都可以在那进行。台湾民主运动有一些转变，整个抗议的现场会变成是一个剧场是一样的，包括不仅是为台湾而走，包括一些缓和，包括正民运动，包括还我土地运动等等。13年那一次印象很深刻，是因为睡在凯达格兰大道上。公民自主参与309备和大游行在北中南东登场，环保团体则估算已经冲破22万人。我爸妈晚上有来，然后我爸觉得哇，后继有人，就是我家女儿出来抗议耶，然后还带了宵夜给我。请回去，为了你的小孩站出来！备和大游行，泛蓝支持者在总统府前聚集进入第3天。下台，退回服贸，退回服贸，约谈重审，重审。我带了我同仁到你前面来，向你陈述我的抗争理由。抗议的族人表示，将会持续夜宿凯道，直到总统蔡英文具体回应撤回传统领域的划时办法。往总统府来做抗议，想要达成的目标，这件事情还是会放在最前面，这样子。不会有悲观的权利在。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尽忠服务，不负国民付托，向全国人民宣誓，于必遵守宪法。民主的成果其实本来就是一步一步累积，所以我觉得建筑物本身，它是在冷眼看着这些人的来来去去。所以它故事是很精彩，但只有我觉得建筑物最能够体会吧。各位贵宾，请看这里，3、2、1，好，
小姐，我来咯。嗨，你好，食饱未？哇，食得饭。总统府第160次服务会议，会议开始，请主席致辞。好，各位工作伙伴，大家好。那今天是我们第108年第一次的服务会议。那首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恭喜！我是蔡英文。崭新的一年，团聚的时刻，放年假的朋友可以好好休息充电。上空之后，我们团结一致，让台湾向前冲刺。新年新气象，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健康平安，猪年事事都顺利。